嘿，我是阿西，今天我要和你谈论一个主题：如何维持长久的感情关系。你是否曾经历过，你已经用尽了一切努力，也参考了各种网络上的文章与影片的建议，但结果你的感情仍然充满困难，你的关系仍然无法长久。其实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走错了方向，因为多数人都在误导你，让你以为能透过逻辑去解释情感。今天我会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在情感关系当中的3条秘密法则，只要你能掌握这3条法则，在你往后的感情关系当中都能彻底改头换面。哦，对了，在开始前我必须先强调一件事，所有的建议都必须建立在2人同时行动，对结果有相同的期望才有效，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这是一场双方华尔兹的游戏。但是人们的情感总是不断变化，所以你也必须保持柔软的状态，随时根据不同情况调整方向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1条法则：每当关系发生问题，错误一定在你自己身上。我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反世俗的想法。当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人们总是习惯先去怪罪对方，因为你如何，所以我才会这样那样。事实正好相反，正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你才会跟对方在一起。这是一句千古至理名言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而关系是一面镜子，能反映出你本来的样子。当你距离对方很远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很美妙的。但是当你越靠近对方，你就越能清楚地看见你自己的本性，你的愤怒与贪婪，你的控制与占有，你的嫉妒与自私，还有你的其他1000种情绪。你总是能透过对方了解你自己。所以当下次你的关系发生问题，先不要急着去埋怨对方，而是先去发现原来我有这样的缺点，然后试着去改变它，就这么简单。只要你足够用心，你就一定能发现关系发生的任何问题就是你和你自己的问题。只要你能处理你和自己的关系，你就能处理和任何人的关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困难，因为它严重违背了你的自我。然而你这所谓的自我才是造就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，那就是接下来要说的第2条法则：丢掉你自己。再一次的很反常，我知道。听到这里，如果你想告诉我，哦不对，如果失去了自我，对方就不会珍惜你，要欲擒故纵，要让男人得不到你，要让他渴望你的感觉，巴拉巴拉巴拉，那么你离开，去听别人的东西。我的内容不是给你听的。市面上有所谓的情感大师，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，他们可以满足你空虚匮乏的自我。那些专家们一直在建议你，首先要爱你自己，要控制感情的温度，要以你自己为优先，要成为一个稀缺的男人，要成为一个阿尔法男人，要提升你自己的价值，要减少你的得失心，甚至还有各种科学心理学向你解释各种理论和学名。好吧，我说不下去了，下面留言给我。现在你是否发现上面所有的建议都只让你在乎你自己？那么2个只在乎自己的人在一起，结果会发生什么？那就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。记住，当你的自我越多，你的爱就越少。当你满脑子都是你的自我，爱就会消失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吊诡，但它就是这么运作的。你可以去观察那些一天到晚想着我的感受如何，我能从关系中获得什么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关系毫无例外，全都充斥着各种麻烦。上面说过了，你的自我就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。最后，第3条法则：把对方的快乐当作你的唯一目标。如果你已经成功地做到了上面2个重点，那表示现在你的头脑已经没有任何的垃圾，你那无谓的自我已经消失，你的感受不会影响你，你的思想不会影响你，你的内心已经平和，你的头脑已经清澈。现在你首次能真正的去爱任何一个人，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柔软的人，或者我们可以说，那本来就是你应该是的样子，只是在成长过程中，你吸收了太多杂质，导致你的本性被扭曲了而已。每个人都在教导你成为理想中的另一个人，却没有人告诉你回到你本来已经是的样子。这就是多数人关系充满挣扎的原因。现在你已经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，随时调整你的行为和表现。当你把对方的快乐当作你的唯一目标，那么无论你怎么做，结果都会是好的。以上3条法则，你不需要相信，也不需要认同，你只需要亲身去体悟和验证。如果现阶段你做不到，
那是很正常的，不需要强迫自己马上做到，你只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尝试和执行，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。有任何想法或疑问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下次见咯，拜。